莫斯科号沉了。这艘排水量超过12000吨的巨型巡洋舰，也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在挣扎了1天之后，终于还是沉了。当然，现在最具争议的就是它到底是被乌克兰宣称的2枚海王星击沉的，还是俄罗斯船员在弹药库烤串引起火灾炸沉的呢？而伤亡数字到底又是多少？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俄罗斯号停留在奥德萨外海不到100公里处，13日晚间起火，14日由拖船向克里米亚拖拽回港途中翻覆沉没。乌克兰第一时间跳出来称是被自己2枚海王星陆基反舰导弹击沉，并且内政部长顾问安东·格拉先科也亲自出来证实，称莫斯科号的舰长安东·库普林在爆炸和火灾中丧生，并被一票西方媒体所引用。不过，鉴于俄乌之战双方的假消息满天飞，而乌克兰方面此前又是劣迹斑斑，例如像车臣大胡子指挥官图沙耶夫就被乌克兰媒体写死2次，并且又2次复活。所以刚看到这个消息时，我还是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敌方战舰发生爆炸，战损究竟如何？除非你策反了莫斯科号上的士兵，并且在第一时间把情报发给你，否则怎么可能这么快知道呢？而且策反俄罗斯士兵这种几率实在也是不高，所以当时我就推测，这会不会又是一次死去活来的乌龙事件呢？果然不出我所料，隔了1天，俄罗斯方面就用视频出来打脸了。这是4月16日，俄罗斯海军总司令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对莫斯科号上幸存的官兵进行的一次检阅。俄官方还特意给莫斯科号舰长安东·库普林来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特写。这个阅兵视频在网上存在2个版本，短的是26秒，隐去了一些关键细节，长的为1分17秒。最后还有一段海军总司令尼古拉·叶夫梅诺夫的讲话，俄语就听不懂了，看看有没有能听懂的朋友来翻译一下。Личный состав крейсера «Москва» находится в основном пункте базирования в городе-герое Севастополь. Офицеры, мичманы, личный состав контрактной службы будут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лужбу на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м флоте. Личный состав срочной службы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законом с мая по июль месяц будет уволен и убудет к постановке на воинский учет. 尽管俄罗斯提供了视频，但会不会像上次车臣指挥官现身后，挺乌克兰的网友又质疑这是假的呢？还别说，真的有。我查到有网友拿出了证据，称这个莫斯科号的舰长是假的，因为他的军衔与此前照片中的不一致。如图可以清晰可见，阅兵现场这位舰长的肩章上又多了1枚星星，而我查了一下俄罗斯联邦海军的军衔，中间1颗星为上校，而没有星的为中校。不过安东·库普林在2020年左右有过1次晋升，而且绝大部分媒体介绍他时用的都是 Captain First Rank， 即海军上校，所以单凭军衔就说人是假的，确实略显牵强。而我们从这张照片可见，阅兵者左脸有1颗非常明显的痣，而之前图片中的舰长左脸也有1颗，所以基本可以确定，阅兵场上的那个人应该就是莫斯科号上的舰长安东·库普林了。人是假的这个推论的确有些站不住脚，所以立刻有人再次质疑，这个阅兵场景是去年的，根本不是今年4月16日，那时舰长当然还活着。不过长版本视频中的第25秒显示了远处的军车上被涂上了俄军典型的 Z 标志，时间明显是今年开战之后。不过挺乌网友仍不甘心，又有人发布了一张 Planet 提供的前一天4月15日的卫星图片，阅兵广场上出现了一排人，并称阅兵是发生在15日，而非俄罗斯所称的16日。我仔细看了一下地图中这些士兵所站的位置，再对比了一下视频。注意画面中的这里，在队伍的尽头已经非常接近场地的边缘了，而4月15日那张卫星图却是在广场中间，队列尾端还有相当大的空地，而且从卫星中建筑物的阴影推估，太阳此时应该在广场西南侧，而在视频中士兵的影子则与队列平行。从这个简约画面则更为明显，3人的倒影与队列方向一致，所以判断视频中阅兵的画面与4月15日的卫星图并不是同一时间，所以基本上确定了俄罗斯国防部提供的这个视频的真实性。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分几天录制的，然后拼接而来，但是空口无凭，还是要提供足够的证据。那么视频中队列所处的位置又是在哪儿？莫斯科号沉了之后，又有多少士兵得以幸存呢？我们进入谷歌地图，来到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军港，找到了那个广场。刚才俄罗斯海军上将说话的位置，背景非常明显的出现了一排雕像和3根旗杆，所以环顾了一下广场四周，
3根旗杆的位置出现在了广场中部右侧的这个位置，所以视频中说话的位置应该就是这里附近。那么队列又是站在哪里呢？首先，广场东侧这3根旗杆在队列士兵的背景中都没有出现过。其次，刚才让大家留意了视频中的阴影方向，而阅兵时3人阴影的方向则与其行进方向相反，而塞瓦斯托波尔又是地处北纬44度左右的北半球，在这个季节，这里建筑物的阴影通常都会向北偏。而且从这张截图可见，士兵后面的2栋建筑物应该就是地图中的这2座，所以推估队列所站的位置应该是广场西侧的这里，而3人行进的方向则是由北向南。接下来就让我们推估一下检阅士兵的数量了。我们看到队列分为2大组，戴这种帽子的为士兵和水手，这里要特别留意一下，士兵的制服是佩戴腰带的，而戴有帽檐帽子的则是军官，并且没有腰带，从他们的肩章也可以看得出来，而且每一组都是2排。我们先从士兵看起，士兵这一组由于过长，数起来误差可能过大，不过我注意到士兵的队伍占了2个白色大方格还多一点，所以根据地图测量，长度大致为40米左右，而俄罗斯成年男性肩宽大约为50厘米，而士兵虽然并排，但肩与肩之间存在空隙，所以推估士兵单排为70至75人，一共约140到150人左右。军官部分，我们注意到士兵中军官全景的这个画面，最右侧出现一个高个男性，而他是穿有腰带的，应该为士兵，证明这里是士兵和军官的衔接处，所以此处的全景应该是所有军官了。大致数了一下，约40至45人左右，这样2排加起来共80至90人左右，这样参加检阅的幸存士兵人数就应该是220到240人左右了。尽管我的计算称不上绝对精准，不过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此前报道所称的莫斯科号起火爆炸，附近一艘土耳其船只过来救援，仅54人获救，还有超过400名官兵随船沉入海里。莫斯科号上士兵加军官一共约510人左右，而阅兵现场出席的200多人并未看出有明显受伤的迹象，所以这样看来，莫斯科号此次的事故差不多造成约1半人左右的伤亡。不过具体是多少还要等待俄军随后公布的结果了。我看到网上很多对于海王星反舰导弹和莫斯科号上的反导武器做的技术分析，但是正反双方始终无法证明莫斯科号拦截不了海王星，或者海王星就一定命中不了莫斯科号。不过令人意外的却是美国国防部，事件发生后，美国国防部官员却称没有证实是乌克兰用反舰导弹袭击了莫斯科号。鉴于美国所掌握军事情报的渠道要比我们多得多，而且美国又是义无反顾站在乌克兰一边，如此保守的回答的确耐人寻味。当然现在还不是最终为事件定调的时间，等以后有了更多消息披露，我们再来做介绍吧。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